好，我们今天接着来代打一个粉丝存档，放松一下。这个存档玩的是5·6之路的苏联，总的来说也没什么问题，只是在德国宣战之后发现一片红啊，德国海岸部队又特别厉害，就没玩下去。档主希望我在视频开始前先锐评一下他的操作，可以看到这个时间点是38年的9月份，其实也没什么操作可以说的。先看一下国策吧，政治线已经清洗完了。然后种地也已经点到了科学院，看样子一些好国策还都给我留着，待会儿我们可以点一下拉稳定度。顾问方面也是一个都没上啊，给了我很大的操作空间。接下来我们都可以开总动员了，还是挺舒服的。非常措施倒没那么重要了，赶紧把点数都拿到手啊。地缘方面，因为波兰这边在内战，所以我们想要打德国的话还不能走正面啊，走正面我们得宣一下波兰。还好这次法国走了红线，没有混乱的政府，我们待会儿是可以直接运兵过去帮他的。那我们就从法国出发进攻了。至于北方这些防线，我觉得是毫无意义的，你帮他守住了也没有什么用。不过能牵制一些德军也不错，我们到时候把防线往后拉一点，让德军更深入一些。对于这种大规模的纯步师进攻，我是不太推荐的。虽然这个步兵师也有一门火炮，但是远远不够啊。还好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损失太多的人力，装备方面的话损失也不大，已经38年9月份了，还在重民工也没什么问题，毕竟苏联是要发育的，就算种到40年也是可以的。虽然说登陆德国非常高效，但我还是推荐直接在法国境内打，或者打了波兰之后再打德国。硬要点评的话也就这么多了，毕竟才刚开局，接下来就看我操作吧。首先先修改一下国策，把点数都拿到手。间谍方面我们先不动啊，毕竟他已经在墨西哥放好了，那我们待会儿突袭一下别墅。工厂方面快造好的先造着，其他全部取消，我们开始转重军工。科技方面倒没什么大的问题，不用改，我们先把生产线改一下，这个时间点造中坦也是可以的。差不多就这样设计吧，4000米的移速够了。我们得快速武装一支装甲师出来，因为根本不缺步枪，那就不造了，把步枪降到1，全部拉坦克，然后再补一个厂的摩托化。防空炮倒是不着急，德国的空军压力不大。工程方面好多都没见过啊，这5·6之路东西挺多的，但大部分用处不大。先来个喷火吧，目前102个9步1炮师，大部分都在瑞典战场，我们没必要放那么多，大概留24个师在后面画一条线防守就行了，战线可以往后拉一点。剩余的部队我们就全部拉到法国去，在法国边训练边防守啊。还有22个师在东边防御，这个没必要，全部拉回家。先这样，让时间走几天，等部队集合了我们再操作。这局走的是幽火，非常不错，那玩起来会轻松很多。突然发现苏联开局的飞机还是非常多啊，不知道是他自己造的还是5·6之路自带的，这个数量有点恐怖了。8.3K 的飞机，其中4.6K 的近距支援机，那我们接下来是绝对的空中优势啊，真的是随便玩了。这边波罗的海舰队也处理一下吧，潜艇和这个主力舰队还是要分开来的。没绷住的是这个巴库怎么还有一艘船啊，这肯定出不来了，就不管它了。潜艇全部开始抓运输船，然后其他的船保护一下航线。不知道这个自动运兵怎么运的，全给我运敦刻尔克去了。我是要去巴黎啊，他怎么回事啊？赶紧出来啊！部队太多也没用，这边经验值比较低的，装备不全的我全删了。这样的话我们能凑48个标准步兵师，这48个师分成2个集团军，把巴黎前线填一下。这么一顿删改之后，我们装备又多了很多啊，目前火炮太欠缺了，就不补了。这种步兵师全部改成10步吧。巴黎这边的部队我们特殊升级一下，改成18步。这个时间点家里面飞机也集结的差不多了，8000架飞机，德国人的末日来了。看了一下德军撑死的就2000多架，不知道他怎么玩。虽然我们有很严重的 debuff， 但是可以无视。真是没搞懂苏联开局哪来这么多飞机啊，我这4000架禁地放在这儿，这德军敢动吗？家里面还有600架重轰也是离谱啊，头一次见到这么多重型轰炸机，可惜航程不够啊，不然我直接去炸柏林了。目前的点数还是摊点心直接开总动员吧，毕竟军工加的速度比较多。看样子广泛也不用开啊，这边直接100点数就够了。这一轮调整完之后，德军全线都不动了，看来是怕我们了。我们也不和他着急，毕竟这个装备要补一会儿。现在这边挂机好了，挂到
39年中旬应该就能进攻了。为了抓紧时间，还是24个师先训练起来，待会儿优先改编制，装上坦克来冲一下。终于可以突袭别墅了，赶紧突袭一下，60天之后见分晓啊！这个一国建成还是非常有用啊，直接给我们加了25的稳定度，稳定度已经达到62%了，现在生产也快了起来。突然发现这边还有10%工厂产出，这个56的苏联是不是有点太逆天了？这不得不点啊！这英国亡党线怎么好好的又进轴心国了，有点难崩啊。不过对于我们来说没什么影响，先分几个师过去把这个色宝的英军给打下去。看来消灭德国已经不需要我了，这法国自己都已经推出去了，还给德国包了一个，那就看他自己打好了。这又是什么剧情？这个英国刚开始帮德国打就直接记了吗？这个口吃的国王我还是真没见过啊，可能是事件杀。在国家理念里面有一个社会秩序，它有文化规范，也是加产出的，一起点上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在39年的1月份已经达到了日产15辆中坦的水平啊。剩余的点数我们先开一个宣传部吧，也是有不少好东西。特殊研究部门主要是拉软攻和减损耗，其他的就不点了。随着托斯基的遇刺啊，我们的稳定度也已经达到了87，完全够用了。接下来间谍在墨西哥就没事做了，我们赶紧放到德国边境。这边因为英国宣战了爱尔兰，导致美国加入了北方防卫阵线啊，这就难崩了。看来真不需要我们动手了，这个美国就过来全部解决掉了。一没注意法国已经推到这儿了，那我们赶紧启动吧。正在训练的这24个师经验值也都差不多了，直接改编制，就算只用2个坦克营我们都用不起，赶时间只能这样了，再不上要被法国抢人头了。飞机的话稍微帮个忙吧，几千架飞机呢。看了一下手上剩的火炮倒挺多的，那就再来2个炮吧。很快我们就消灭了德国，接下来就是顺手消灭一下这个英国。感觉它是没什么海上优势的，毕竟它只剩一个岛了。
看样子我们船还是太少了，制海没什么机会，那就跳伞吧。这边改一个目前能改出来的最强编制8营伞，然后伞兵的学说也是点满啊，我们强行给他跳上去。又看了一眼战况，不知道校长怎么回事，莫名其妙进了轴心国。不管那么多了，我们打完英国就结束。这个56之路的 AI 还是有点智能的，我们在这边攒了半天的运输机，结果他自己先登陆了啊，他自己把制海抢了登陆去了。为了不让我们的运输机白造啊，我决定还是先跳个伞试一试啊，说不定能直接给他砸走呢。啊，直接就没人，那没事了。看来56之路的英国比原版的好打得多啊，不能浪费这些伞兵，我决定还是先跳一跳。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之下，我们的伞兵大队还是成功的把敌军从港口全部砸走了。那接下来就划线平推了呀。